大家好，我是东宝行为。今天我们来讲一胜千金的11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5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回说到李幼八在和杰贵的战斗中遇到了大麻烦，自己的招式呢根本就破不了对手的防，反倒是杰贵这边高高举起的铁拳已经充能完毕。李幼八由于之前的攻击深陷敌阵，无法及时撤离，此时他只能架起双臂，用最普通的方式格挡。看他的表情，好像完全对自己的防御没有信心嘛。这是当然了，杰贵这一记重拳砸下，李幼八的身体连带地面，就连现场的观众无论是谁都能肉眼可见的感知到那种直穿心肺的强烈冲击感。李幼八顿时感觉浑身的骨头都快散架了，我擦嘞，这是什么怪力打击啊！即便是做好了瘦身准备，意识也差点就要被打到消散了。更为不幸的是，这种暴力连招一般都有2段，就像是泰森的经典爆杆接上勾拳的组合技。趁着李幼八还没缓过劲来，杰贵已经在狂笑着挥拳准备终结比赛了。李幼八强行提气，大喝了一声过后，准备应对进攻。他伸出双手托住杰贵的拳头，看起来好像是要扭转手臂来化解攻击。可是下一秒，杰贵的上勾拳就轻松地穿透了李幼八的防御，一道漂亮的弧线过后，接踵而至的就是惊人的破坏力。这招甚至让我想起了杰克的人肉风车拳，李幼八整个人都快被打到脱相了。乍一看我还以为是米老鼠呢，他似乎完全没有预料到对手的能力值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控范围。明明是为了奖金才专门跳槽过来参加比赛的，难不成今天要阴沟里翻船了吗？哟，还有余地！李幼八突然一个回旋转身，脱离了杰贵的打击轨道，后者的重拳挥空了，直接打到天上去了。趁着杰贵还有些迟疑，李幼八展开了一连串的反击。这回合打下来，双方都拉开了距离，重整态势。杰贵呢是神态自若，完全就像是刚热完身一样吧。李幼八的脸色则是相当的难看，他稳住架势，调整着呼吸，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肌肉充血的缘故，总觉得这里是不是比开局的时候要变大了一点啊？此时杰贵还有场下的一华都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李幼八能够躲开刚才的上勾拳啊？天马才正想解释，基奈就跳出来抢答道：那大概啊是日本漫画里面中国武术的老3样之一化劲吧。这里呢，基奈并没有解释化劲的具体原理是什么呀，但是无论是比起郭海皇的肖力，还是贪神引流的弹丸华，李幼八的瘦身技术都还没有修炼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刚才那拳的威力啊，并没有完全化解掉，现在他的腹部正隐隐作痛呢。李幼八埋怨道：眼前这个娘们儿根本就是个肌肉怪物嘛！他猪突猛进般的打法实在是太不讲道理了。不，他已经不是猪了，我他妈的根本就是在跟大狗熊肉搏嘛！此时杰贵也是变得越发嚣张，开始叫嚣起来：你不是那个什么比赛的冠军吗？怎么看起来一副很吃力的样子啊？接下来要不要试试用醉拳和我打呀？我先让你4口酒怎么样啊？面对敌人的挑衅，李幼八准备沉住气思考对策，但是他越想越不对劲。我之前不是打出过一发超用力的发劲，怎么半点效果都没显现出来呀？莫非这个怪力女士药打多了，连痛觉都没有了吗？不料杰贵此时已经开始准备接下来的进攻了，他十分放松的抬起双臂后仰身体。该不会是真的要学奥利巴砸地板吧？李幼八已经彻底麻了，这根本就不是格斗比赛嘛！真的会有人使用这种像白痴一样的作战方式吗？下一刻，杰贵的肌肉逐渐变得紧绷。真的来了！宛如愤怒的银背大猩猩，杰贵挥动双拳砸向李幼八。他的这招攻击从战术和智力上来讲啊，已经脱离了人类的范畴，连外行人打王八拳都算不上，完全可以说是野生灵长类动物用来厮杀的招式啊！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招的速度居然快得惊人，即便是身形灵巧的李幼八也躲闪得相当勉强。杰贵巨大的挥舞范围形成了一个威压
压区域，只要稍微靠近就有被一击必杀的风险。那可怜的李幼巴被步步紧逼，已经退无可退，来到了擂台的边缘。再这个样子下去啊，两个人就要撞上了。什么？他妈的！原来这个结龟是装的，他完全具有正常人的战斗智商。刚才故意用大刀阔斧的攻击将李幼巴逼入死角，现在又切换成了精确的直拳打击，这是想要一击终结对手啊！所有人都忍不住为李幼巴捏了一把汗，但就在这决定胜负的生死关头，只听见一声奇特的低吼。居然是功夫娘类型角色的祖传绝学波动拳啊！巨大的穿透力从结龟的背后炸裂，李幼巴双手并用，终于是成功的将对手击退。几个观战的妹子都看傻眼了，为什么瘦小的李幼巴能够击退猛冲过来的女巨人啊？等一下，这个可爱的妹子是谁啊？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这是千春姐哦！哎呀，不管了，其实基奈和天马都看出了这里面的玄机。李幼巴刚才是利用了矩形的擂台边缘做支撑，才实现了反击。他所使用的与其说是波动拳，不如说是地核神拳。当年泰森也示范过类似的打击。总之呢，就是更合理的利用了反作用力，在如此极限的瞬间做出精妙的决策。那李幼巴可不是什么垫脚石啊！场上的局面变得越发的难以预测，结龟的表情严重崩坏，那看起来已经是彻底暴走了。另一边的功夫娘虽然气喘吁吁，但总觉得他好像还留有什么余地啊。二人依旧是互相疯狂嘴臭，谁也不服谁。这场技巧与力量的对决，到底谁会笑到最后呢？咱们半个月之后啊，再来揭晓吧。本话结束。